Round one。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次中韩二番战的一场84公斤级的对抗。代表中方战队出战的是周泽一航，而代表韩方战队出战的是崔元准。崔元准是目前 Black Combat 这个赛事现役次中量级的冠军啊，所以对于周泽一航来讲是一场硬仗啊。两个人一上来之后在内围的互拼，现在又是周泽一航把对手顶在了龙网边。崔元准还是很快的就去抢了腋下的把位，现在是控制住了周泽一航，看看周泽一航在这个位置把对手顶在龙网边之后能不能有什么进攻端的输出啊。现在相互的给顶膝，给一拳，对，去超腋下破把，拿了个双腋下，对，两个人抢把的这个过程还是思路非常的清晰啊。现在崔元准下潜抱住了，把周泽一航给带出来，周泽一航圈腿上来，现在迫使对手进了半防，连续的给锤击，这个有拉横十字的可能啊。这个位置左手还是能够有击打周泽一航的空间啊。崔元准在地面压制的过程当中，还是想要去切自己的右腿，过腿到齐成位，到齐成位了，还有连续的要给锤击，周泽一航马上的转给背，对手刚才要把周泽一航给拉平，周泽一航现在马上是把自己的背给弓起来啊，没有给对手这样的空间，但是对手的两个腿钩都已经搭进去了，所以这个位置拿的还是比较的死啊。对，两个腿钩继续的去转把，周泽一航还是在做防守啊，做闺防，就给锤击，周泽一航在这个位置防守端不大好做啊，连续的锤击。现在崔元准是主动的坐在了地面上，把对手往自己的内踝来拉，这个裸脚把位做成了，把对手已经撑平了，周泽一航有点危险啊。在拆对手的把，对，先控制住一条手臂啊，刚才确实是非常的悬啊，其实这个裸脚的把位已经做成了，周泽一航还是思路非常清晰的拆把，但是一上来对手拿裸脚的把位这段时间确实非常的难过，现在又是在持续的做发力，对，在这个位置拿到齐乘，崔元准现在也不着急了啊，开始慢慢的去连续的打锤击，但是这个把位崔元准确实拿的会比较的牢啊。周泽一航的第一回合一上，又是要去拿裸脚，手还在里面去拆对手的把。对，周泽一航做的不错，防守端做的还行啊，但是在这个位置确实是会比较的困难一些，而且也能够感觉到崔元准在进攻端的思路也是非常的清晰啊，不断的转换把位的过程当中，一旦拿不到，反正到了齐成位还是能够有的一打锤击。又是要把周泽一航给撑平，周泽一航继续的做起桥，又是拿背绕出来了，漂亮啊！周泽一航确实是不容易啊，被对手拿了裸脚的把位之后，还是最终通过自己不断的起桥发力转把，还是逃了出来啊！到了站立端跟对手去打一打站立，内围的互拼做得不错。其实比赛第一回合一上来啊，周泽一航从中距离一下打到了内围之后跟对手的互拼。就还能够感觉到他在站立端还是跟对手有的一打，但是对手崔元准在地面上的实力确实是蛮强的，不管是他转把的逻辑，还是对于拿到裸脚这个把位之后对周泽一航的控制上都做得不错，也不愧为 Combat Black 现在的次重量级的冠军啊。两个人相互之间的拼拳，防守端还是要做一做啊。对，崔元准的拳也还是蛮重的，连续的挥拳，都是上头了。在拳的落点上，我个人会觉得还是崔元准打得更准一些啊，拳的落点会更好一些。两个人现在在拼拳的过程当中，都是几乎放弃了防守端啊。抱头往里打，挂自己的前手直拳。对，刚才这是周泽一航举手向裁判示意，是被打到了后脑，
对，裁判先行将两个人分开。这个时候崔元准要去到中立角，对，然后裁判要查看一下周泽一航的现行状况啊。对，看来搂到后脑的这拳不轻啊。继续回到比赛。两个人在内围的互拼时候，基本上都是不去做防守动作的。但是崔元准的拳的落点和线路，刚才也说了，目测比周泽一航要更好一些。那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比赛。好，双方第2回合比赛开始，我们来看看这回合两个人从站立端打的时候要怎么去做啊。在比赛局间的时候，漂亮！周泽一航的边角也跟他说，前手点一点啊，去打自己的后手。因为两个人其实在内围互拼的时候，防守端几乎都不太做动作啊，所以呢就看谁的拳更准一些了。对，双方在内围互拼的互抡还是蛮多的。那其实对于周泽一航来讲，提高一下自己拳的落点的准确性啊，可能对在自己进攻端好处不只是1点2点，可能会成几何倍的去做增长。漂亮，又是1-2的连击，回后手，对手也是给前手点后摆，然后接了一个前手。对，前手慢慢去点。对，对峙端还是崔元准在这一小节出的更加主动一些啊，这前手拳点的还是比较的及时。给卡夫，在移动端，周泽一航打的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等啊，就是想去打对手的反击和迎击啊，但是对手在拳上互拼的过程当中，其实节奏是比周泽一航要更快的，所以来自进攻端的压力呢，也是对手比周泽一航做的更多一些，所以对于他来讲，可能要把自己的进攻端打得再主动一些啊。你看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等对手，对手的前手又来了，一旦到了对峙端过来之后啊，一有机会。崔元准的前手就挂中线，非常的明晰啊。给低扫，对他其实现在进攻端基本上也就这2招啊，要不然就是站住了之后前手打中线，要不然就是给后腿的低扫去找周泽一航的前腿，漂亮。这一拳的中线是打透了，是稍有不注意，其实周泽一航的中线就很容易被打透啊。这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说。其实两个人在内围互拼的过程当中，崔元准的拳的线路和落点比周泽一航要准的原因。确实是。在打拳的功力上，崔元准还是蛮不错的，尤其是他前手拳抓的这个时机和路线，包括落点，又是一个前摆，所以在这个位置都做得不错啊。所以相比之下，就感觉周泽一航在打拳上做的确实少了。现在崔元准是瞅准了一个机会，把对手带到了龙网边之后，被周泽一航拿圈头、拿断头这个把位进入到地面，但是想做成有点困难啊。两个人都是去圈对手的头，都撤出来了，但是崔元准是拿到了一个齐乘的把位啊。连续的给肘，要打 TKO 了。果然是，整个比赛其实打到现在，在进地面之前啊，周泽一航的体能端就已经略显疲态了，已经快到了临界点了。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体能都不多了，因为1、2回合其实拼的都蛮凶的。那尤其是第1回合、第2回合两个人的站立端呢，崔元准又比周泽一航打得会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尤其是他的前手的直拳去挂中线，然后去带自己的后手，
或者带自己的扫踢，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在抓住了这个齐正的把位之后呢，崔元准连续的肘击，还是一波将比赛给带走了。所以恭喜崔元准拿下比赛。경기 결과 발표하겠습니다. 2라운드 3분 31초 TKO 를 승리는 2라운드 TKO 승리입니다.